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自22号启程访美以来，不断推销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在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会面隔日，泽连斯基又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见面。特朗普承诺，若当选，将达成对双方都好的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但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 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特朗普大楼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举行了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会谈，双方重申尽快结束战争。会后，两人一同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的独家采访。分析认为，这一罕见安排凸显双方各有盘算。 在美国大选民调稍微落后的特朗普，希望能宣传自己有能力结束俄乌冲突，吸引更多选票；而泽连斯基则在专访中强调，需要给普京施压以结束冲突。The president wants it to stop, and I'm sure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stop, and that's a good combination. So we want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everybody. What do you envision as fair? Well, it's too early to say that. I mean, I have my own ideas, and I'm sure the president definitely has his own ideas, but it has to be fair. This war shouldn't be started, and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that Putin killed so many people, and of course we need to do everything to pressure him to stop this war. 特朗普这时候说，希望俄乌双方达成一个 fair deal， 一个公平的交易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你乌克兰必须承认 俄罗斯的既得利益，至少是部分的既得利益。那也就是说，希望乌克兰让步。目前看，如果特朗普当选为美国下一届总统的话，在俄乌问题上，乌克兰可能受到的、能够想象的、能够得到的美方的这个支持，将是极其有限的。 外界注意到，不论是会谈前的记者见面会，还是会后的采访，两人的关系都既紧张又尴尬。共见记者时，特朗普称自己与泽连斯基关系好，随后又强调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也很好。一旁的泽连斯基赶忙插话缓解尴尬。So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nd I als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s you know,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if we win,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resolved very quickly. I really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resolved. I hope we have more good relations. We're going to have. Oh, I see. Yeah, but you know, it takes two to tango. You know. And 观察指，尽管特朗普承诺若当选将结束俄乌冲突，但他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仅强调要达成对双方都好的协议。 That people on either side of President Trump, some supportive of Ukraine, some like J.D. Vance,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ho seemed particularly pro-Russian, and Trump himself saying, without explaining really how, that he would end the war in no time at all. And to Ukrainian ears, that sounds very much like a recipe for really doing it on Russia's terms rather than Ukraine's. 这次会面被视为泽连斯基在美国大选以前试图弥合与共和党关系的努力。此前，泽连斯基在抵达美国当天接受知名杂志《纽约客》专访时声称，特朗普并不真正知道如何停止战争。他还抨击了特朗普副手万斯，称万斯提议乌克兰交出俄罗斯控制下的领土过于激进。此外，泽连斯基美国行的首站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并由宾州州长夏皮罗等民主党人陪同，引发共和党不满。有观察指，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此次会面似乎没有让共和党人对其回心转意。我们可以说，谁赢得了宾夕法尼亚，谁就赢得了这一届选举。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判。而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泽连斯基前往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陆军兵工厂去访问，那么就表示了他对美国的期待。他实际上也是对美国选举的一个表态，就是支持民主党的政策，表明了泽连斯基也在打美国的政治牌所以现在看起来，泽连斯基这一步，我觉得走得非常的冒险。分析认为，泽连斯基在美国大选前夕分别会见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是为了确保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延续性。他讲话急迫，是因为知道自己正面临获得大量外国援助的最后机会。
泽连斯基26号在白宫与拜登会面当天，拜登就宣布对乌克兰新一轮近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赢得这场战争所需的支持。观察指，拜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使用的措辞发生了微妙但重大的变化。白宫不再说只要需要，美国就会支持乌克兰，而是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赢得这场战争所需的支持。外界注意到，这是美方首次向乌方提供联合防区外武器滑翔弹，可打击约110公里外的目标，并且可由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 F-16战机搭载发射。有分析认为，尽管美方继续加码军援，但这并未完全达到泽连斯基此访的预期目标。对于泽连斯基反复请求允许乌方使用美制武器打击俄境内纵深目标，拜登全程没有松口。另据透露，美方对泽连斯基预告已久的胜利计划不太满意，拜登政府担心这份涉及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计划并无全方位的战略，只是略好过索要更多武器、取消远程导弹使用限制的包装过度的请愿书。因此，乌方希望通过胜利计划获得西方国家更多援助的想法缺乏新意，且实际意义有限。现在我们猜测这个根据媒体报道，这个所谓和平计划里面大概最重要的就是3点。第一点是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是我们知道是完全不现实的一个想法。第二点是要求美国及北约向乌克兰出口这个能够打击俄罗斯纵深的导弹，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难第三，要美国和欧洲国家持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部分的能做到，但是这个量上如果说是持续的扩大，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外界期待的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杀我1000，我伤你800的所谓全面战争，已经不会再有了。那么这些年来一直在大力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伊朗，会不会对以色列发起报复行动？还有国际社会能否阻止这场战争？我相信这几个问题，或者说是悬念，外界也同样在等待结果。先来看伊朗，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不久前当以色列在伊朗的土地上炸死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的时候，伊朗干脆选择了息事宁人。既然以色列在自己的首都袭击自己的重要客人，伊朗都可以选择忍让，怎么可能指望伊朗为了黎巴嫩土地上的真主党而跟以色列开战呢？在本次年代发言的时候，伊朗总统贝泽西奇扬不仅明确向西方伸出了橄榄枝，说伊朗寻求和平、反对战争，无意与任何国家冲突，而且他还明确表示，以色列打击真主党是为了给伊朗设套，拉伊朗下水，伊朗绝对不会上当。这些都意味着伊朗不仅既无心，更无力去替真主党两肋插刀，而且意味着伊朗跟以色列与西方为敌的国家战略正在面临着深刻的调整。而主心骨伊朗都按兵不动了，那些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组织，自然就更加不敢强行出头了。我们再来看看国际社会。首先，国际社会敢于跟以色列与西方叫板的俄罗斯，正深陷俄乌战事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不仅不可能在军事上帮助真主党，甚至连仗义直言都顾不上了。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确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但是假如外界指望这个声明真的能够产生什么作用，那就太天真了。要知道，过去近10个月以来，美西方也发表了很多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进攻哈马斯，甚至为此还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好几个决议，并且组织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过若干次和平谈判。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